说到斯诺克历史上最恨的男人，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飓风阿里克斯·希金斯，因为当年飓风行走江湖时，一般人哪敢用正眼看他，一言不合连裁判都要挨揍，球员们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以上提到的只是针对一般人，今天提到的这位英雄有点不一般，他很二般。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咱们继续带给大家斯诺克历史之最系列，斯诺克历史上最恨的男人。时间回到36年以前，1986年的伦敦经典赛，加拿大的传奇英雄克里夫·桑本跟二哥吉米·怀特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双拼决胜局。1985年的世锦赛决赛，丹尼斯·泰勒在那场万人空巷的世纪之战中获得了冠军，得到的奖金也不过只有6万镑，而这场决赛的冠军将获得4万5千镑。在当年是仅次于世锦赛的一项大型赛事。今天咱们故事的主角就是现在正在击球的这位加拿大的一哥克利夫·桑本。他跟飓风的恩怨，咱们还得推到1980年的世锦赛决赛。当年的克利夫·桑本战胜了飓风，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并且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夺冠之夜，二人在酒吧相遇。飓风认为克利夫·桑本夺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冠军，心生妒意，对克利夫·桑本破口大骂。也许是飓风不太了解加拿大的历史，能去北美洲开荒圈地的都是些什么人？他要是了解一些，今天也许就不会这么冲动了。克里夫·桑本可不像飓风这么嘴碎，能动手的绝不动口，上去只一拳便将飓风 KO 在地，并且撂下狠话。你们伦敦的那些乡下话我听不懂，但是 fuck 我还是听得出来。3天以后，你要是能醒得过来，我就在这儿等你。而当时二哥吉米·怀特就在现场。对于这一桥段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大神之前发的视频，飓风的传记电影《粉红三脚架》当中有详细的描述。接下来咱们就回到比赛当中。这场决赛在斯诺克历史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场决赛，最后的结局有点出乎意料。Well, Cliff Thorburn certainly going for his shots here. Admire the courage of this man. And he's got the look of a young man who's really been going through it for the last... 当年的二哥吉米·怀特有着雕塑一般的面庞，很多球迷问我，他为什么叫二哥？是不是因为拿过6届世锦赛的亚军？有一定的原因，但是不是全部。真正的原因是当年斯诺克泰坛有一位大哥叫飓风。而吉米·怀特是他的小迷弟，所以他叫二哥。克里夫·桑本打丢了这颗非常关键的黑球，现在二哥吉米·怀特迎来了一线生机。落后49，桌面还有59，二哥还有机会。6. Well, Jimmy's heart will now be pounding. He'll be realizing that this is his final chance to win this titl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work to be done. Yellow and pink. 现场的导播也标出了2颗铁库的彩球，这2颗彩球很有可能会影响比赛最后的结果。22. If Jimmy could get on the blue just at the right angle so that he could take the cue ball to the baulk cushion and come up and nudge the yellow out, he might be in here with a chance. That's obviously 23. What he's got in mind. 二哥现在白球的位置跟刚才导播预留的 K 球位置几乎一模一样。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完美的 K 球。And now Cliff Thorburns turn to just sit and watch.
但是这颗关键的黄球，二哥却打丢了。Cliff Thorburn 21 points in front. Needs yellow and green to make Jimmy White require a snooker. Well, it couldn't have dropped behind the green much better than that, but this is a nasty little shot into the middle pocket. He doesn't have to bother about. 接下来面对这颗难度并不算太大的中带，克里夫桑本只要推进就可以完成超分。Now this is a nasty little pot. The pocket is not very big from that angle. 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桑本打爆了。In fact, missed that by quite a long way. 现在桑本领先了23分，而桌面仅剩25，只需要打进绿球就可以超分。Jimmy flash in balls like this without thinking twice. And Cliff Thorburn there hardly daring to watch. How very near to victory he is at this moment. Well, the pink being tight on the cushion very much in Cliff Thorburn's favour. He won't want that to be disturbed. 但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克里夫桑本打出了一套睡梦罗汉拳。当年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比18.3，45000镑相当于80万人民币。在当年还是万元户的时代，80万人民币，你懂的。就这样，克里夫桑本戏剧性地完成了超分。但是故事如果就这样结束，又怎么能成为经典？面对这颗咖啡，克里夫桑本还想依葫芦画瓢，再来一次。如果这样都还能进的话，可能二哥当场就要被抬走了。现在克里夫桑本领先了26，桌面还有22，已经超了4分。此时的二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咖啡跟篮球全部打进，仅留下一颗黑球来做障碍。在少了2颗障碍球之后，想要做成斯诺克难度大大增加。自古华山一条路，我跟你拼了！这杆斯诺克的力道大了一些，看着二哥落寞的背影，是不是跟94年的那一次很相像？克里夫桑本迎来了绝杀比赛的机会。打后了一点，克里夫桑本再一次完美的错过，但是桑本又何曾想到，这一次错过竟是永远。白球完美的力道控制停在了黑球的后面，把它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下轮到桑本有些抓狂了，他们2次绝佳的机会，我咋就没抓住？二哥现在心情看上去好了不少。大哥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报一箭之仇，我想给大哥说的是，就在今天。白球擦肩而过，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都给了机会，成功与失败就在一念之间。Jimmy, one good shot away from the title. A precious shot. 现在轮到考验二哥吉米怀特的心脏的时候了，全场观众鸦雀无声。一招当剑式随心而发，粉红色的回忆应声落袋。要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倒在了粉红色的石榴裙下。
没有给白球考虑的时间，二哥再次张弓搭箭，完成了超级逆转。这也是二哥的人生最高光时刻。本来今天的主角是克里夫桑本，咋就又变成了二哥？要怪就只能怪大圣实在太爱飓风跟二哥，明明是心生妒忌被恨人 KO， 却让大圣生生把剧本改成大仇得报。正所谓修和无人见，纯心有天知。家事国事天下事，莫不如此。今日大圣为了自己的一己思念，动了一点小小的歪心思，实在是罪过罪过。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装修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您的观看，我是大圣。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圣啊。自从世锦赛之后呢，咱们就再没有跟大家视频见过面，好久不见。一直给大家说着要给大家做一个斯诺克球杆的视频啊，然后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耽搁了一下。今天呢，咱们就带给大家，让大家鉴赏一下，看一下斯诺克球杆界的一些顶级球杆，还有今天咱们会带给大家看到斯诺克球杆界的劳斯莱斯。好的，今天呢，咱们先从斯坦福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辉啊，丁俊晖从出道的时候呢，最开始用的就是一支斯坦福的球杆。当然，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可不是一支普通的斯坦福这支斯坦福呢，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的包浆还有这些呢，是一支非常非常老的斯坦福。我的朋友入手的时候呢，这支斯坦福呢已经12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支斯坦福的颜色啊，完完全全的就像当年墨菲的那支老球杆一样，而且这个标牌啊也是一个老的斯坦福的标牌。如果用过斯坦福的朋友呢，可能知道。像这样的老的斯坦福呢，现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下面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支球杆界斯诺克球杆界的宾利啊，就是戴夫库茨。这支球杆呢是一支戴夫库茨编号174的球杆。这种球杆呢，在国内呢几乎是基本上是买不到的，你只能从网上去代购啊，因为这种球杆呢，它都是自己的公司品牌在代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戴夫库茨呢，现在在斯诺克球杆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声誉啊，就是说，如果在现在的咱们开玩笑，就是说现在的U 说到 U 呢，可能斯诺克的界的朋友都知道啊，在3000号以后的 U 呢，对比现在的戴夫库茨呢，可能感觉都会打感差一点。这支球杆呢，我亲自打了一下啊，我感觉这支球杆呢，真的是这种打感给人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和 U 的感觉呢，怎么说不是一个类型，但是呢，会给你一个信心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这支球杆呢，是我朋友从英国带过来，当时呢，大概花了人民币大概28000块啊，现在差不多也是要这个价钱，现在呢可能更贵了，而且这是一支编号174的球杆，非常值得拥有。好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这支球杆呢是斯诺克球杆界的另一支贵族，但是呢现在已经渐渐的没落了。这是一支非常老的罗宾库克啊，就是咱们常说的小鸟。这样的咱们在看到这个标牌啊，当年的这个水晶标牌的这支球杆呢，现在呢在市面上非常非常难找。大家看到这支球杆的包浆还有这些呢，是已经非常的厚重了。
这样的球杆呢，咱们说啊，真的是在斯诺克球杆里面，算得上已经是极品了。那么在带上咱们今天的球杆盛宴之前呢，不得不提一下斯诺克球杆里面呢，枫木球杆，因为咱们之前呢也提到过啊，枫木球杆呢在斯诺克的球杆里面呢，现在的职业选手呢比较很少使用了，因为什么？枫木球杆呢在长台的击打上面，在进攻这一块啊，远台这一块呢比较吃亏，所以说现在呢，很少有职业选手使用，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必须要提到2款啊，一款啊，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也是一支有10几年历史的一支枫木球杆卓凡啊，这也是在枫木斯诺克球杆里面的咱们说劳斯莱斯了。职业选手很少使用，但是业余选手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拥趸。那么咱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支啊，就是一支斯诺克枫木球杆的迪鲁。啊，这支球杆呢是，傅家俊啊，咱们中国香港名将选用的一个品牌啊，就是这支迪鲁，这个球杆呢，之前呢我一直用过，大概可能将近1年的时间，对枫木球杆呢，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为毕竟当年皇帝啊一直使用枫木球杆，枫木球杆的优点呢就是在小球啊围球上面呢，弹性比较好，而且控球呢非常好，但是呢现在职业选手很少用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请出咱们所有咱们玩球的朋友都梦寐以求拥有的一支。John Paris 的 JPU 啊，这是一支3055这支球杆呢，之前呢我也一直打过一段时间，我感觉就是 JP 呢，就是 John Paris 的球杆呢，在现在的斯诺克球杆界呢，就好像咱们的少林武当一样啊，它的球杆前肢的这个力量啊，爆发力啊，给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正。所有 JPU 的球杆啊，你只要使用过，我使用过很多支的 JP 了，U 啊，特别是 U 系，感觉就是和完完全全的，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什么 DC 啊，还有小鸟啊，他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你感觉那种爆发力给你的那种信心，是一支所有玩斯诺克的人都想拥有的，就是这个咱们说到的 JP 啊 U。既然提到 U 了 ，JP 其他系列的呢，咱们这里也有很多啊，咱们就不提了啊。这一支呢是编号3055，这个呢已经到了3000号以后了啊。我之前呢用过2支2000多号的 JP 啊，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斯诺克球杆界的劳斯莱斯。而且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首先，请出他的儿孙辈啊，年轻的现在玩斯诺克的朋友呢，可能不太知道啊。咱们说亨啊，咱们一直说亨特啊，球杆咱们一直有红亨、绿亨还有黑亨。首先呢，给大家看的是一支红亨啊，红亨呢是老的威尔亨特啊。过世之后呢，生产的球杆，现在的亨牌呢，现在已经渐渐的没落了，已经渐渐被咱们说 John Paris 所取代。但是，他所身上散发的魅力啊，到现在依然是一些老的斯诺克爱好者永永远远追寻的品牌。马上咱们现在。带给大家的就是今天的最的经典的一支球杆，就是这支黑亨啊，就是老的威尔亨特，当年的最受斯诺克爱好者所收藏爱好者的一个追寻的一支球杆。这支球杆呢还很有故事。当年呢，我朋友呢从周星驰的手上抢下了这支球杆。周星驰呢，当年因为拍摄《龙的传人》非常非常喜爱这项运动，他个人收藏了60支
威尔亨特的黑亨啊，就是现在老的黑亨的一些极品的品相很好的市面价格已经达到了人民币10几万啊，将近20万的一个价格，但是你还买不到。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只黑亨呢，是一只2节的黑亨，而且呢没有那些铜头的接口，这些啊是一只非常非常极品。大家看到这个品相非常非常的好的一只老的黑亨。对于斯诺克球杆呢，今天给大家先展示这一些然后呢，其实泰国呢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斯诺克品牌，包括现在丁俊晖用的就是泰国的品牌就是痛啊。今天呢本来准备了一只，然后呢被朋友带走拿去打球了。今后呢对于球杆的一些挑选啊这些，咱们会找时间给大家说一说，还有一些球杆的力感啊这些怎么回事，你如何挑选斯诺克球杆，咱们今后呢会找时间一一带给大家。今天呢还有一个球杆盒给大家展示的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一只明星的球杆盒。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咱们之前看过咱们江湖的那个视频的朋友呢，都看到过这只球杆盒，是咱们中国的第一部就是台球的微电影。然后呢，这只球杆盒就出现在里面上面呢有世界排名前16的几乎所有球员的一个签名，但是呢，唯独没有火箭为什么没有火老师呢？因为当时我这位朋友呢，多次在火箭来中国的时候呢，都去找了火箭，想找这个签名，但是为什么没有呢？火老师保镖太多，一直没有机会所以说这个球杆盒很遗憾就欠缺了火老师的这个签名。有机会的话呢，希望火老师再来中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签名给他补上。好的，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大圣。仅仅开赛第1天，便有3位世界冠军被挑落马下，本届德国大师赛注定不平凡。大家好，我大圣。就在昨天，德国大师赛的正赛拉开帷幕，开赛的首日便冷门谍报。阿尔比兄、鲁提辖以及大嘴莫菲都在首日遭遇爆冷，其中徐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5局，干掉莫菲这一场非常精彩。今天大圣带给大家的是阿尔比兄对阵咱们香港名将傅家俊的最后一局。从刚才的这杆进攻可以看到，完全不是赛大师的风格。今天的阿尔比兄明显不在状态，这杆发力的中带进攻明显是想早点结束比赛呀。今天看到有些兄弟说神奇小子回来了，这样的比喻明显有些过了。对比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来说，昨天的表现也就勉强及格而已。要说重回巅峰，那还差着远呐。之前呢，很多兄弟找到大圣说想要改一改自己的动作。今天呢，咱们就边看边聊，结合傅家俊改动作血的教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动作到底能不能随便改。大概在2010年左右，大圣个人认为那是傅家俊自己的技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现在大家注意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他的技术特点呢就是不运杆，在他的巅峰时期就是这个动作。但是当时他个人认为阻碍他更进一步的也是这个动作，于是呢，他找到了当时号称斯诺克第一教练的格里菲斯，帮他改动作。关于格里菲斯呢，大圣之前详细介绍过，皇帝、马叔、小特等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今天呢，咱们就不过多赘述了。当时呢，在格里菲斯的建议下，傅家俊改成了3次运杆，就跟隔壁桌墨菲的那个一样。格里菲斯作为一个斯诺克的传统老教练，让傅家俊这么改，相当于是重新洗牌，完全的从头来过。但是这样的大改对于傅家俊来说，带来的后果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场灾难。在随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马口傅的成绩一落千丈。随后呢，傅家俊觉得自己有些适应不了，决定又改回之前的出杆动作。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已经有了一定的肌肉记忆，想要改回去哪有这么容易？傅家俊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于是呢，在跟格里菲斯商量之后，把运杆的方式又改成了运1次。就这样又折腾了2年的时间，傅家俊发现自己还是完全的适应不了，用这样的方式完全达不到一个职业的水准。
就这么着，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年，回头一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突然回不去了。只道当时是寻常，蓦然回首，傅家俊才发现，原来当初的第一套动作才是自己身体最适应的动作。当然，这中途折腾几年欠下的债，傅家俊要用一生去还了。现在咱们仔细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偶尔呢还会运一下，这些都是当年改动作留下的烙印。有机会呢，大家再去观察一下鹌鹑帮的帮主小特，他呢是现在准度最好的球员。有正面镜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小特的运杆在最后一下拉出来之后，居然是歪的，直到皮头临接触到母球的那一刻才会自然的调直。这要放到传统斯诺克的说法，这就是出杆有问题。但是就是这样有问题的出杆，却让他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准的男人。就问你服不服吧？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协调性也不一样。你的身体能够接受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只要能自然顺畅的运杆，不影响你最后的发力，这样的动作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呀，兄弟们，没事就别老想着改动作，大多数情况下改来改去就是一地鸡毛。顺便呢再说一下，昨天呢有兄弟说他以前是一直用某品牌的皮头，看见大圣一直强烈推荐的汉美呢，非常纠结。还是那句话，媳妇儿不能随便换，但是换上汉美绝对能让你找回初恋的感觉。当你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热情时，最好的办法，一是换球杆，第二就是换皮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给你的球杆换上汉美，跟他重新谈一场恋爱吧。79. 85. 今天的神奇小子虽然已经难以重回巅峰，但是作为这项运动最绅士的球员之一，傅家俊曾经的亚洲之光也曾经照亮过这片天空。作为中国军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咱们也希望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末年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之前聊到小特的运气，很多兄弟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就是因为大力出奇迹吗？今天呢，大圣就给大家截取昨天德国大师赛的几个有趣的片段。片段之一，上帝的宠儿跟大力出奇迹没有关系。昨天小特跟马修的比赛，上半场两人打得有来有往，但是下半场从这颗球开始，上帝接管了比赛。看得出来，马修虽然很无奈，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其实今天小特的大力出奇迹还有很多，但是兄弟们看得多了，那些也没啥意思。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什么叫宠幸到极致。这杆球小特该没发力吧，一杆普普通通的防守。上帝说不行，中代得帮个忙。这样的挥手示意，小特每一场比赛都得做。再来看一遍。面对如此众多的职业球员，上帝是不是应该雨露均沾呢？但是面对小特，对不起，我只宠他一个。说到威尔士龙马修斯蒂文斯，大圣找个机会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兄弟。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场景之二。国强面对马叔，算是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昨天国强轰出2杆破百，5-1淘汰了小特的前任帮主。另外呢，给大家再带来一个好消息，本年度的最佳新人一定会在咱们中国选手中间产生。目前的2位候选人就是国强跟刘宏宇，那么最终究竟会是谁？本赛季剩下的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呢，国强也是咱们汉美皮头的忠实拥趸。小特选用的型号是汉美 HT， 国强呢使用的是汉美 H。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希望国强在汉美的陪伴下再创佳绩。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场景之3，绝对是一部喜剧大片。目前周跃龙已经单杆拿下了56分，还没有超分。这颗红球要叫篮球非常简单，但是小龙却强行低杆选择了叫黑，原因很简单，他要选择冲击147。这局球要是冲击成功，绝对可以媲美马舒塔塞亚。斯诺克历史上147不少，但是能让人记住的不多。在没有超分之前就这样亡命的更是少之又少。没有问题，黑球打进。这杆架杆打进之后，大圣都不禁要为周跃龙大大的点个赞呐。咱们中国选手都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就是架杆。你要说因为架杆丢了好几个冠军，这个一点都不为过。这杆147要是轰出来，绝对的霸气十足。现在的这颗红球，你要说角度大了一点吧，也不算，白球的距离很近，这个角度大圣要说的话刚刚好。好吧，啥也不说了，兄弟们又多了一个表情包。剑指天花板，这个动作相信又会成为经典。别急，摆个 pose 再好好想想。好，接下来的红球处理就很讲究了。目前徐思领先了30分，想要超分还需要处理2颗红球。大家好，我大圣，今天咱们继续关注德国大师赛。下面呢，咱们来看一下昨晚表现最佳的中国球员徐思。在对阵忧郁王子多特的比赛当中，徐思开场0-3落后，随后多特又率先拿到2个赛点。在艰难的追平比分之后，双方来到双听决胜局。在决胜局当中，多特率先上手。面对如此大好的局面，咱们看一下多特是怎么丢掉的。
这一杆白球私登上来之后，你要说唯一的问题，注意看，白球就多走了那么一颗球。如果少走一颗球，那么手架就可以往前放。现在前手架放不进去，只有打一杆后斯诺。斯诺克就是一项非常严谨的运动，哪怕出现一点点的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错。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徐思这一杆非常精彩的破百青台，同时呢，咱们也来看一下职业选手在处理一些关键球的思路上跟业余选手有啥不同。篮球炸球的位置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还可以接受。K 球之后的效果不算特别理想，中袋的红球还可以进攻，不过在决胜局这样的球就是考验心脏。没有问题，顶住了压力。徐思呢，也是大圣认为本赛季进步最大的3名中国选手之一。另外的2名选手呢，一个是达仔，另一个是袁思俊。袁思俊呢，昨天也是轻松闯关成功，5-1轻取帕吉特，进入了16强。今天徐思的架杆表现还不错，待会儿还有几个关键的架杆咱们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徐思的最后这几颗红球的处理。这颗红球呢，徐思没有选择单叫，而是选择了带一下，带的效果非常不错。好，接下来的红球处理就很讲究了。目前徐思领先了30分，想要超分还需要处理2颗红球。那么现在这个红球的位置正好可以带一下粉球左侧的这个红球。刚才徐思也比划了一下，并且杆法很简单。但是如果带这个红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踩球的位置没叫好。那么那个时候红球被带出来，而徐思仅仅领先了31分。大家都知道，打到这种局面，只要你没超分，那结果都一样。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徐思的选择，他没有选择 K， 因为现在对于徐思来说，他不需要处理那颗红球就可以超分，把这个红球留在那个位置，对自己还是一个保险。那么现在只需要叫到中间的那颗红球就可以完成超分。篮球弹一库上来，这一杆白球的交位呢，杆法稍低了一些。不得不说，徐思的白球细腻度还有待提高。由于杆法低了一点点，所以这一杆必须要用到架杆了。关键的超分红球，徐思顶住了压力。好，那么现在超分之后再来处理这个红球，这2颗球在处理顺序上的一点点差别，这就是职业和业余的区别。咱们欣赏斯诺克的职业比赛，不光是要看球技、看杆法，同时观念也非常重要。接下来超分之后没了压力，这杆大角度的中袋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向比较低调内敛的徐思也是挥了一下小拳拳哦。
又是一杆非常精彩的架杆。咱们之前也听到，现场的观众一直掌声不断，在关键的决胜局能够轰出如此精彩的破百，期待徐思更进一步。这是2016年的欧洲大师赛，这是小特的第 N 位新女友首次登上看台，当时在赛后还激动的。最新鲜出炉的147，咱们来看一下囧哥的骚操作。第二杆黑球的点位被红球占据，此刻对于囧哥来说，蓝粉都不在考虑之列。黑球想跑，哪有这么容易？这是昨晚进行的斯诺克冠军联赛第3小组的比赛，囧哥的对手是汤姆福德。说起来，这哥们儿本赛季也是足够的悲催。本赛季到目前为止，一共就轰出了6杆147。天津国锦赛的决赛，这哥们儿挨了打仔1杆147，并且还丢掉了冠军。昨天的冠军联赛碰上囧哥，从第2颗黑球开始就直奔147而去。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如愿以偿。你说，一共128位职业选手，这种好事儿怎么总是轮到他？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输掉比赛很正常。但是挨上1杆147去当背景地，这可是谁都不愿意的。最后陪对手握手庆祝那一下，实在太尴尬。这个冠军联赛呢，说白了就是世台联怕球员们偷懒，花点小钱让你们以赛代练。所以呢，兜里有钱有闲的大牌都不屑于参加，比如说火老师。但是在第3小组的名单当中，咱们看到了萝卜。前2个赛季成绩好的时候，萝卜早就回去度假了，这样的比赛他还瞧不上。但是本赛季的成绩实在有些拿不出手啊，所以啊，也乖乖的留在英国好好练球。冠军联赛你再瞧不上也得打，再不用功，当心连冠军联赛都瞧不上你的时候，那就混不下去了。对面的汤姆福德，其实他自己也是个147的高手，个人已经轰出过5杆147，不过本赛季的运气实在有些悲催。另外呢，提醒一下在大圣的橱窗里购买皮头等商品的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呢，大部分的货运公司都停运了，要到初5呢才能正常的发货。如果特别着急的兄弟呢，可以联系八戒小姐姐，顺丰的空运还是可以及时送达。今天是腊月28，提前祝兄弟们新年快乐。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囧哥的这杆发力，这样近的距离，明明轻推就可以叫到粉球中袋，但是囧哥却强行发力，加大分离角，意思很明白，就是奔着147而去。刚才那个距离稍不注意就会连击，当然这也是冠军联赛了，如果是大型比赛，相信囧哥也不敢这么操作。Achieve snooker's ultimate rate building feat. Because we had 2 at the Masters this year. Ding Junhui and Mark Allen, 196 now on the official list of 147 breaks in competition. Seven of those have been made this season. Two more pots to secure the frame. The red along the top cushion I don't think will cause Kyron a problem, but the red that's close to that left-hand side cushion just could. Of course, a lot of matches, a lot of frames played in the Championship League, but we've not actually had a maximum in this tournament for 3 years. Stuart Bingham in 2021, January, so it was just over 3 years ago was the last.
黑球的位置不错，先把下方贴库的问题球先处理掉。As a player, you always think about when you're going to play for the awkward ball. You leave it till last. When do you play for it? Quite often it's dictated by a positional shot that you may play quite wrongly for the black. You might think, well, this is my chance now to play for the awkward ball. Now, he's finished on a black in such a way here as for me to play for the awkward red now. I'd certainly consider it. Decided to leave the difficult red till last. Now he must get a good angle on the black here. Straight is no good. Well, it's okay, but he's left himself a little bit to do.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颗红球的处理。这杆红球如果换做其他球员，很有可能叫小面，但是换做囧哥不存在，有排名世界第一的架杆保驾护航，这样的球当然完全不存在。法力通透，轻松搞定。Several pots needed. He's looked so confident making these so far, but now the real pressure growing as he business end of this break. 接下来的黑球，看囧哥秀一个干法，一个左塞的推杆，白球的弧线非常的明显。这个呢和球台的库边有点关系。冠军联赛呢使用的是瑞盛的球桌，这个球台的库边呢比新牌的略软一点点，所以说呢这个球台进球更要容易一些。白球吃库之后的旋转呢角度也会更大。2年前大圣做过一期小特的天外飞仙，那杆球就是在瑞盛的球桌上打出来的，换做新牌的球桌，那杆球打不出这样的效果。So cool, hasn't he, taking these? Really has. Perfect number for a snooker player. Alex Siggins, actually, the great Alex Siggins, he once released a record called 147. That's my idea of heaven. And it's true for players, it's the magic number, and Karen Wilson's 3 pots away. What a break it's been. 完美的叫到黑球，恭喜囧哥个人的第5杆147。不过囧哥呀，你本赛季的成绩确实有些拉胯，剩下的比赛还得加油哦。他不服得本赛季第2次尴尬的握手了。好的，再一次提前祝兄弟们新年快乐，咱们大年30再见。什么叫白球走位的教科书？看看老张这杆最新鲜出炉的147，你就明白了。这是昨天进行的斯诺克冠军联赛第5小组的比赛，老张对阵咱们中国小将范振一，轰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3杆147。看看这最后几颗球的处理，可谓是干干净点。每一颗白球的位置可谓是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绝对的尽显大师风范。同时呢，今天又是咱们的大年初2，今天这个日子对单身的兄弟就不太友好了。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大年初2是回娘家的日子，再美的风景都比不上回家的路。记得今天回去陪老丈人好好的喝上一杯。至于单身狗嘛，就只能喝闷酒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欣赏老张的精彩处理。场下的范振一跟147的故事也是相当精彩。当年塔塞亚轰出的那一杆史上最难147，范振一就是背景地。当年喊出口号要把自己的第1杆破百奉献给147的范振一，
也正是因为挨了塔蔡亚这一杆之后，彻底觉悟。来看看老张的白球，角度、力度，无一不是拿捏的恰到好处。再来看黑球留下向上的角度，非常完美。这一杆白球上来之后，又留下了一个向下的开口，只需要中低杆就可以顺势很简单的交到绿球。另外呢，这两天找大圣购买利百文台泥的兄弟呢，在这儿要特别说明一下，由于大圣的利百文呢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在过年期间呢，利百文要放假到初七。由于之前呢，大圣未做特别的说明，在这儿呢，要给急着用台泥的兄弟说一声抱歉了。好，接着咱们来看老张，一杆发力的顿拉，白球的打点呢，中杆往下一点点，发力通透饱满，白球回来一点点，刚好留下一个咖啡的直球。刚才老张又确认了一下篮球需要的位置，最后的一颗粉球位置半贴库，这杆白球的交位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看看白球回去的速度相当丝滑，留下了一个粉球向下的角度。最后的这几颗白球，老张每一杆都可以打100分。中杆的顿推，带一点点的左塞。在这儿呢，要特别说明一下，昨天囧哥在第5小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又成功的混到了第6小组。从第1小组开始，囧哥既没有夺冠，也没被淘汰，就这么不停的轮换，反正都是以赛代练嘛，那叫一个过瘾。最后恭喜老张成功轰出147的同时，在第5小组夺冠。大年初4，咱们来看一看曹宇鹏的威尔士奇妙之夜。北京时间的2024年的2月13号，也是咱们中国的大年初3，威尔士公开赛的正赛拉开帷幕。曹宇鹏对阵钢炮的比赛呢，目前来到了双厅决胜局。打进黑球之后，曹宇鹏领先了52分。此刻红球散落的球形非常简单，但是曹宇鹏的这杆低杆，白球鬼使神差的停到了红球的前面，形成了一个后斯诺。这杆球你要说他故意，大圣绝不相信。后斯诺的高架，但凡打过斯诺克的朋友都知道，难度确实有。曹宇鹏呢也扔了球杆，为啥呢？这杆高架确实歪的有点离谱哦。面对一个即将去打黑八要退休的老同志，今天钢炮也是骨子里头透着坏，为啥呢？待会儿咱们就清楚了。这杆篮球叫的力道轻了一点，一库去勾的角度不够，钢炮想要2库穿过黑球去勾，这颗球呢感觉延伸不够，白球没有冲起来。好了，接下来2个人进入防守，咱们就直接跳过。曹宇鹏的威尔士奇幻之旅也就此拉开帷幕。钢炮的这杆防守吧，咱们看到左上方有众多的彩球可以当障碍，但是呢钢炮偏偏不去。当然了，他也许想用单独的粉球来做，这样更高级的斯诺克咱也看不懂。好了，接下来曹宇鹏抱着手思考了半天，他想要告诉大家，下一杆我想要将白球放在这个位置。白球呢没有碰到目标球，回去之后呢做是做上了，不过呢是给自己形成了斯诺克。从这个位置看，白球跟咖啡球还贴得比较死，咱们就算他从右侧的扎杆线路没有吧。曹宇鹏呢第一杆选择了从左侧3库去勾，出来之后明显的力度不够。这杆斯诺克呢从上方的顶岸1库2库去勾，明显的更简单，虽然它有一个后斯诺。当然曹宇鹏也可以解释，从上方1库勾呢容易漏球。第二杆曹宇鹏选择了2库勾，注意看白球过来之后跟篮球的距离，2库勾这个线路非常微妙，究竟能否避开篮球去勾到红球，这条线路是否成立，可能只有曹宇鹏最清楚了。第二杆曹宇鹏依然选择了2库，注意看一下白球，
已经是擦着篮球过来了。这杆球再减小一点角度，或者再加一点塞，就会碰到篮球。那么第3杆，曹宇鹏依然还是选择这个线路。白球下来之后，果然碰到了篮球。注意看，此刻曹宇鹏给艾伦说：“嘿，哥们儿，这杆球可以打了哦。”钢炮呢也是老江湖，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要坚持这个线路，你就继续接。接下来的第4杆，曹宇鹏发现此路不通，又换成了3库。注意看，曹宇鹏的肢体语言还是蛮丰富的。这一杆呢还是没解到，现在钢炮的小分已经反超了。这一杆呢不打也说不过去，明明该一个发大力的低杆，但是呢钢炮发了一个中力，导致白球鬼使神差的被红球回来之后挡住了粉球。此刻曹宇鹏虽然很急，但是钢炮说：“这怪我喽。”接下来看钢炮的这杆防守，有1万多种吊住的机会，但是他偏偏就没防上。要大声来说，这就是钢炮在使坏。别急，这还是钢炮使坏的开始。接下来曹宇鹏的马式翻带呢，将红球停在了袋口。接下来看一下钢炮的这杆防守哈，明知左侧的袋口有红球挡住，他依然还是使用马式翻带，并且这个力道红球怎么跑得出来？再看白球的线路，明明可以1库回去，他偏偏要中低杆加塞跑2库，这哪里是在防守，明明就是在助攻。也许钢炮看出了点什么，想要退休没那么容易。这哥们儿啊，要大声来说，就是在使坏。现在呢，红球就停在袋口。当然，在斯诺克的球桌上，这样的球哪怕停在袋口，也不至于白给。果然，曹宇鹏没打进。好吧，现在这样的球型，钢炮你还打不完吗？钢炮说：“大年初3嘛 ，no， 咱们还得玩一玩。”接下来嘛，钢炮继续使坏，你这样让曹宇鹏就很难堪了。本来大家可以早早的打卡下班，这样弄下来，加班费谁给啊？搞得曹宇鹏又必须接着来比划2下。知道你想告诉大家想勾个薄边跑吗？但是没有勾到，这怪我喽。再加上点肢体语言，今晚的宵夜必须钢炮买单。好吧，接下来钢炮也不装了，反正今晚总有一个人要输，难不成大年初3大家为这个红球磨到天亮吧？别人一个要退休的老同志，你的路还很长，跟别人争什么呀？是谁讨厌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会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